轩，我们都知道川普有个 AI 的计划叫做星际之门，这个星际之门在这个所谓中东地区非常很多人都全部加入了，其中阿联也达成2000亿美元的交易，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打水漂吧，这应该是怎么样？钱丢进去之后，几年后才会看到，没有想到现在阿联酋的这个 AI 也太强了吧！他们最近发生一个钻石的窃案，这钻石竟然高达7.5亿哦，结果靠着 AI。可以8个小时就破案的。对，照现在杜拜呢 ，AI 呢已经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是为什么？因为当川普跟他讲说2000亿美元的事，没想到最近发生一起案件，一起刑案，剧情呢跟瞒天过海根本就一模一样，但它有一个子标题叫做道高一丈。为什么？短8个小时之内，这些人呢3名嫌犯立刻被逮捕，而他们偷的东西真的也是惊天动地。为什么讲瞒天过海？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粉钻石。而这个粉红钻石，它基本上是钻石里面最高档的，一颗要价2500万美元，台币7.5亿。照啊，这一颗钻石7.5亿元。对，它是21.25克拉哦，惊到的，一般2克拉那种就大量的，不是哦，21.25克拉。而且呢，他说它的稀有度呢是大概0.01%，换言之，钻石中粉红钻中的极品中的极品，结果没想到被这3名给偷走了。那你想看钻石那么小一个，就算它20几克拉也那么小一个，结果8小时就逮到，看的靠的是什么呢？来，各位，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被掌握了。原本呢，这3名罪犯哦，他干嘛？他首先逮到这个我们讲的拥有这个钻石的持有人哦，这个富商，然后他们就开始锁定他，追踪他好几个月之后呢，开始去盘点，就跟电影情节一样，比如说他怎么出没，他怎么去哪，而这个钻石保存在哪里。然后呢，组成一个特殊小队，然后这个特殊小队之后呢，开始在研究说，那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它骗到手？所以他们想出来了，花了1年多的时间策划之后呢，用富商的方式，首先他假装说自己是我们来自亚洲的大富豪，对，然后有意呢去跟他购买，然后购买之后呢，还安排一个我们讲的中间人，那这个中间人呢也是有头有脸，所以让取信于这个我们讲游泳钻石的这个富商，取信他之后呢，还安排非常多的场面，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好，他先弄了一台劳斯莱斯。然后呢，在非常豪华的酒店，5星级、6星级豪华酒店里面，故意开着这台劳斯莱斯下车给他看，就说：“哦，我也是有地位的哦，我们雄厚呀哦。”然后来取信于他，不只是这样子，甚至呢，取信之后呢，再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最近手边这边有客户，你这个钻石呢，有买家想要跟你看。”然后他就同样布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豪宅，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就在这个豪宅里面。”大家呢双边来看货来取货，结果呢，因为这个钻石也不疑有他嘛，想说，都劳斯莱斯，而且他非常的精明是什么？他竟然还请了一个国际钻石的专家，当下假装来鉴定这一颗钻石，表示什么？我也没那么信任你哦，所以我找一个专家来，我是真的想要买的哦。对，照我跟你讲，因为那个都是行家，那这个富商当然想说，哦，所以你看你连这个都请来了，代表你是真的很有诚意要买哦，你应该没有骗我，所以这叫什么？以真乱假。就是他明明是真的哦，这个人是真的，但他其实整场交易是假的，所以呢，他就不疑有他，开始真的把这个钻石，因为原本哦，他们为什么要安排这么复杂？他都把它藏在保险箱里面，它是在一个密不通风的保险箱，以及呢，甚至这种重重监管的。那重重监管的地方，你想要偷到这个钻石不可能嘛？就没有想到，他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只有在买的交易的瞬间，他会把它带出来。对，因为他要鉴定，所以才带出来。所以呢，我们讲的引蛇出洞。把这个钻石给骗出来之后呢，bang一个，他就趁在这个机会，赶快把他钻石给抢走，直接抢了。对，把他抢走，把他偷走。就后来呢，因为这个卖家很心急嘛，他就开始打电话给杜拜警察说：“那怎么办啊？我们都找不到这个钻石了，被他们偷走了。”就你知道，杜拜警察很淡定，跟他讲说：“放心，我们讲短时间之内绝对帮你找回来。”结果真的就8个小时就找回来了，而且呢，还发现说他就藏在一个冰箱里面，小冰箱。准备要运往亚洲国家，那杜拜警察到底怎么抓的呢？就仰赖我们刚才讲的那2个字 ，AI， 靠 AI 抓的，全程都 AI。为什么？因为你后来看到办案过程中，第一个，这是他们的整个中控中心哦，对，就战情中心，可以去看到所有的监视器画面，以及所有的我们讲都市的状况。那他们就开始去调相关的影带，但是问题是后来调影带的时候，第一时间他们发现一个问题，画质太差，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因为他用 AI 修复。人脸辨识，说他原本那种很模糊的这一些，只看到一点点眼睛、眉毛、脸型 ，AI 慢慢修复，就变成一个嫌犯的脸了。对，所以等于说，我现在饭店里面因为它有它画面嘛，对，我把它锁定它之后，把它这个人脸做一个建构。但因为整个杜拜呢，
里面全部基本上都有监视器，而且监视器它都是有人脸辨识系统，所以它用大数据下去跑之后呢，开始把所有整个行机跟轨迹呢，完整的整个等于他打电话的瞬间，他就已经把它整个 routine 跟路径开始一个噔噔噔人脸辨识天眼一样，这边他走这边走这边，全部抓到，就像你看到画面哦，这个就是你看到那个嫌犯，对他把一举一动全部掌握到，所以短短8个小时内很容易就锁定到他，他只要没出境。就把人给逮到嘛？那你知道为什么杜拜之所以这样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来赵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你在车内里面的画面，这个吓死人这不是特别偷拍哦，这不是狗仔哦，这是在路边的监视器拍到你在车子里面用2只手机讲2只电话，所以我把你抓起来。赵啊，不是这个画质也太好了吧？对啊，我在车内一般台湾拍的里面可能有一些挡风的这种玻璃或者怎么样黑黑的，这个完全都拍得一清二楚。你看这边还更清楚的是什么？他看报纸对不对？连报纸上面这个人都超清楚的，他连报纸的人都拍得清楚。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其实真的把很多 AI 东西应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台车好了，这是杜拜把 Cybertruck 也就是电动车。弄带来了他们的警局，他们的警车也太豪华了吧？但这更可怕，你知道什么吗？赵尔，他车窗就这样慢慢的摇，慢慢的摇，慢慢的摇，摇下来。结果摇下来之后，他知道他发现里面是什么吗？机器人。里面是机器人，里面是机器人。对，他吓一跳，想说，真的还假的啊？这电动车，然后里面也是机器人。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这很夸张哦。为什么？还有更夸张的，甚至是有一些在科幻场景，比如说路边就有看到一台摩托车，那摩托车就在那边骑，那赵尔。这叫摩托车你会发现上面是什么？那是警车这个画面也太离奇了。对，而且它是真的哦，它不是在搞笑哦。有没有看到下面一个巨轮，然后上面呢就是我们讲很像科幻场景的这个警车？但是你仔细注意到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它前后都有摄影机，前后都有一些赶车。那你看，还有这种单轮的，里面真的有人在开哦。像骑摩托车一样然后它一样前面都有一个我们讲摄影机，而且那个摄影机就是我们刚才讲，它随时会在一直震动，然后做人脸辨识。但其实它更厉害的是什么？有人都还算不稀奇，更厉害的是它现在的无人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为例好了，这是一个警察机器人那杜拜把它展示出来。对。那你仔细观察，它跟中国机器人就很大的差别。第一个是什么？它具有互动性。再来呢，它的四肢的操控性呢，非常的协调性。有没有看到？它甚至还可以有我们讲的，因为不要太吓人有点我们讲调皮捣蛋的那个样子，然后还可以跟现场拍的人呢，手机拍的人呢开玩笑。那比如说你想要那个自拍，对不对？过来之后，他还知道还要站定位还会跟你沟通。对，那甚至我看到还有杜拜网友吓坏说太可怕了，我们未来会变成这样子吗？所以你看他们都已经在研发这种机器人作为未来的执法单位，但是其实已经有线上执行的是什么？他们有2台。一个叫做 N1， 一个叫 N2。那这个 N 呢是什么呢？是叫做 Micro， 叫做 Micro Police。那 Micro Police 就是伪警的意思。那这个 Micro Police 呢，全面都是全方面自主的。你现在看到一台一台的这种自主的这种警车，都在杜拜的街头里面扫荡。那如果真的遇到犯罪的情况，比如说人脸辨识到有罪犯的时候呢，他甚至可以干嘛？他底下的这个夹舱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他就会派出所谓的无人机。就在里面的开始进行定向的追踪，虽然他没有进行武装，但是他可以确保说，这台也太厉害，它中间打开之后还有无人机，对，还可以持续去追踪这些不管是开车跑掉的这些嫌犯。都没有办法跑，无人机追着你跑的。对，所以就是老杯少，大杯小嘛。就是我今天的大范围扫荡之后，你看有没有看到眼睛在看到，眼睛看到抓到一个坏人，那我的无人机就会开始起飞。起飞之后呢，我就开始去追踪他，而且呢，他都确保说我绝对不会有罪犯。所以你想想看，你在杜拜你要怎么犯罪啊？瑞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杜拜现在是全球治安第一，但现在菲律宾出大事了。为什么？你刚刚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他怎么说？他提醒国人现在你到菲律宾去旅游，避免前往环境复杂的地区，而且财务露白，甚至南韩驻菲律宾的大使馆直接讲更白，他说你遇到歹徒行抢，你不要过度的反抗，以免招致更大的危险。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两周的时间，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观光客到菲律宾竟然被行刑式的当街枪击。那么，因为菲律宾对台湾也实施这个所谓的14天的免签证啊，所以呢，国人到菲律宾去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啊，财不露白，而且要非常小心。而且呢，事实上，那么这件悲剧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呢？2个日本的中年男子，分别是年纪40-50岁，他们在导游的陪同之下呢，到当地的赌场 casino 去玩。完了以后呢，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呢，就搭乘计程车，在导游的陪同下
回到他们的饭店。他们的饭店算是高档的哦。结果计程车一打开，他们一出来以后，我们看到那个一个男的过来，他们刚下计程车。一个男的过来就持枪朝他们两个用行式枪决的方式，biang biang 就开2枪这样子，然后紧接着来旁边另外一个男的就过来抢劫他们的现金啊、皮包啊等等啊。那么显然这是有备而来，而且是事先预谋。那么稍后我问你，他怎么知道他们两个这个时候会下来？然后呢，因为他们已经在现场等了2个小时了，然后等到他们门一开下来以后，一开枪以后，一个开枪，一个抢劫，然后摩托车熟人吗？摩托车就直接离开了。他们不认识这个，他们跟这2个观光客是完全不认识的啊，因为这2个观光客是临时用这个所谓的观光的名义来的。因为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菲律宾超过3个月，你要依规定必须向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呢，你要登记。他们不是，一个住静冈，一个住福冈。那后来呢？那么因为他们当地的因为有人报警，因为当地其实蛮繁荣的，那个下手行抢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在验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背部有刺青。稍后你知道在日本背部有刺青，通常代表什么吗？代表可能跟一些道上的株式会社有关系呀。所以他们会不会并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在日本只要你有刺青，你到一般的温泉旅馆还有浴场，人家是不接待的嘛。所以呢，那么这件事情使这个整个案情更加的复杂。那菲律宾的警方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了以后呢？而且是从去年8月到现在，已经发生了20几起日本观光客被攻击的。那一样有这个日本的这个日式料理店呢，那么开在马尼拉了，一样被歹徒持枪进行洗劫的，还有包括洗劫这个等于说在里面用餐的乘客的，那这里面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观光客，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被抢的这个日本观光客一反抗就被对方开枪，对，所以日本警察那个日本的观光客又被张杰给这个枪杀了以后。菲律宾的警方非常的重视，就去查嘛，就调相关的这个监视器。他们虽然街上的监视器没有台湾那么多，但是他们的大饭店还有这些商店都为了求自保啊，因为他们治安不好，所以都有监视器。那么调了以后发现，这2个歹徒在这里等了2个多小时了，对，还有去买烟，你知道吗？还有去买烟。然后呢，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知道这2个观光客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巡线这个等于去追了以后，最后。逮到歹徒啊！这个查到歹徒，所那时候作案的时候乘坐离开现场的这个摩托车，然后以车追人，就逮到2个歹徒。最后没想到主使的人是谁？你知道吗？是谁？竟然是带着2个观光客一起搭计程车来回的车上的导游。导游犯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2个在那边等2个小时，知道这个计程车会在5星级大饭店的外面旁边，会在这个地方停车。一停车了以后呢，2个人下来就直接开枪，然后就被歹徒开枪，就被洗劫嘛。所以呢，这件事情造成这个外国观光客很大的震撼，尤其是日本的。那你以为是专门针对日本人吗？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今年4月的时候，也发生针对韩国一模一样，2个骑摩托车带枪歹徒啊，针对路上的韩国的观光客直接行抢。那么手法完全一样，是只要你敢反抗啊，那么朝你的身上就乱开，而且包括药，他就把你打死了。所以他们打死了韩国的观光客。在今年的3月，也是一模一样，也是2个来行抢，一样针对韩国的观光客，一样开枪打。只要你敢这个反抗就打。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菲律宾本来在过去30-40年啦，那么他们所拥有的非法的黑枪枪械大概就超过100多万把，然后100多万把而已，而且越像这个一些树屋啦哪里啦打造的情况离马尼拉越远的地方啊，那么私人拥枪越多。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改造手枪，但是他们的改造手枪跟我们的土造手枪又不一样。对，因为他们的改造手枪啊，打出来的焦耳数是真的足以致命的。我们台湾的黑帮那时候一货柜几百把都从菲律宾那么进口这些所谓的改造手枪嘛，而且他们知道，因为观光客有钱，所以呢他们就锁定观光客，抢劫反抗就开枪格杀无论，这也太狠了吧！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的这个影响性。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人其实是很热情的。真正的菲律宾人啊，他是很热情的，那么他是很喜欢跟观光客这个相处的，那么他带外国人也很这个等于说非常的这个好客。可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洗劫观光客的事情啊一再发生，而且要命的是，
竟然是导游勾结外面的枪手，直接来枪杀自己的客人，那么再洗劫啊！那这种事情如果不赶快遏止的话呢，对菲律宾的观光跟国家的相关的治安啊，一定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沉重的打击。辉正，我们刚刚提到菲律宾现在治安非常差，我们看到这个日韩的案例，大家吓了一跳，当街直接开枪来射杀。结果今天有一个新闻，我也傻了。现在很多的菲律宾人来到台湾，然后干嘛？他是做性交易。结果这性交易的过程当中，这几张照片出来，好多人在网络上面说：“哇，她长得太漂亮了吧，太正了吧！”结果现在大翻转，没想到现在画面中这个人竟然是菲律宾的红姐。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讲菲律宾的红姐，她真的太正了，正到我想说，如果我看到她，我想说，哇，这女孩子也真的太漂亮。她真的是比一般的生理女性长得还要来的漂亮，完全看不出来，原来她原本是个男生他是男生啊！然后他这个大概是25、26岁左右啊，菲律宾人，他最近才从那个菲律宾持观光签证来到台湾，然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就是在忠孝东路4段那一边啊，也就是大安区，然后就晃着，然后他就穿了一个皮衣，跟一个台湾男生搭讪。哇，那个男生整个陷入到粉红泡泡里面，心里想说，我真的这一辈子也是，就今天你知道最高光时刻，竟然有这么正的妹来跟我搭讪，就后来搭讪完之后，他跟他讲说啊，5,000，他要性交易的。重点是来的都来了，那男的就跟着他去了，那男的就跟他真的去开房间了。然后开房间呢，他还蛮开心的哦，然后就开始进行在一半的时候，警察闯入，然后警察闯入，他心里想说，哦，没有啦，就是朋友什么也没有多想，没想到警察在查看护照的时候发现啊，他是 male。一扎包就是当场的他的那个男生哦，就是台湾付了5000块的男生，想说怎么可能他是男的？你在骗我！完全都傻住。他是所有人里面受到打击最大的，心里想说，原来他本来觉得是我吸引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主动跟我搭讪，后来发现原来人家别有意图，是要花钱的。没关系，钱我花了。后来发现原来她不是原本生理女性，不过好像现在的说法是说她已经完成了那个手术啦。所以呢，这个女孩子怎么会这么漂亮？你知道吗？她在菲律宾，她还是1.7万个粉丝的网红。她还是网红，而且你看，哇，越来越多她的照片出来，穿着比基尼啊。这个跟你说，不要说别的，我刚给那个我们宇轩看，宇轩整个眼睛都发直了。我跟他讲说是个男人的时候，他整个都吓到，真的怎么可能？难上加难，对不对？所以有点不敢回应，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她长得真的实在是太漂亮。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